2023年1月10号，法国政府因为财政赤字，宣布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让老百姓再多干2年。顺嘴一提，中国退休是60岁，目前也在准备延迟。于是，面对要多上2年班的严峻形势，法国112万革命老区群众只花费了1周就全部集结完毕，涌上街头开始抗议。3月15号，因环卫工人连续10天没上班，超7000吨垃圾堆在巴黎街头没人管，这个东西领导会骂，白领会喷，学生会躲，只有底层劳工会打扫。对此，巴黎警察局长表示，垃圾必须有人扫，如果环卫工坚持不干，我们将行使征用权，强制征用环卫工去干。如果他们还不干，最高可能要吃6个月牢饭和1万欧罚款。对此，之前曾被喷公款吃喝的巴黎市长安妮审时度势，决定站在正义一方，表示合理的啊，这波我支持。市政厅带头停工，面对民众如此消极的劳动精神和极其旺盛的上街愿望，以及越来越少的养老金，16日，法国政府动用特殊宪法权力，强制推进改革法案。23日，抗议的第9天，世界葡萄酒中心波尔多的民众点燃了他们的市政厅大门，300多万人上街，封锁高速公路，乱丢垃圾，行为艺术，跟1万多警察对峙，停学停课停飞机，停止维护核电站。最近这段你我犹抱长衫半遮面的时间，法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切可以想到可以做到的办法，询问他们的伙伴，你已经干了一辈子，领导突然让你再多上2年班，你怎么还睡得着？4月15号，法国政府宣布延迟退休法案正式成为法律。对此，法国最大工会造反强硬派曾制造议员办公室断电事件、篡改电表让百姓免费用电事件，以及号召工人对支持法案的议员断水断电拒绝服务的法国总工会宣布对等制裁，将于5月1号揭开新的社会动员篇章，并在此之前拒绝对话。大家好，我是基德，最近都在首页看到各种罢工视频了吧？真是大环境不好了哈！以前我记得点进去评论区都是嘲笑，都这国真乱，没有效率，真懒，没有大国速度。现在都是真羡慕，都是不愧是革命老区。一夜之间全变了，说明什么？不太可能是 B 站用户换了一波人吧？只能讲大家是真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切身含义了。OK， 我们打开世界地图看一眼，这波危机大潮下，法国头顶的日不落帝国在罢工，右边的元首之乡在罢工，脚底的48小时偷家西班牙还在罢工。我每天上网看新闻，都有一种欧洲在集体摆烂的感觉，你知道吧？前2天马克龙不是还访华了吗？我去北京参加活动的时候，看到街上还有法国旗，然后他们又把新的退休政策正式立法，长达3个月的罢工结束第1阶段啊，后面要么偃旗息鼓，要么全面开战。所以想了想，我也可以趁此机会给农小姐们梳理一下欧洲这波罢工潮。今天这期视频就以资本主义薄弱地带法国为主，为大家全面解读法国罢工始末，顺便看一下欧洲罢工潮是因何而起，以及这场罢工潮将如何演变，会对法国经济造成多大影响。下面开始。先铺垫一下基础信息。众所周知，罢工是欧洲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法国作为欧洲最知名的革命老区，自然是罢工生活的先行者和主力军。根据欧洲工会研究所数据，从00年到09年，每1000名员工中因主动罢工拿下的年平均停工天数，西班牙排第一，153个工作日；法国紧随其后，127天。10到19年呢，塞浦路斯异军突起，年均干到275天，法国又紧随其后，128天，非常稳定的进行一个工的罢。终于在20到21年，坚持不懈的法国人民以79天的好成绩摘下欧洲第1把桂冠。单看数据啊，你可能会觉得大家都比之前少了几十天，这个冠军太水了。但你再仔细想想，那一年发生了什么？新冠呀！法国人生病了还要罢，这才叫底蕴。那么今年情况大家都知道，法国正在猛烈发力，准备蝉联霸主。但我跟你们讲，竞争非常激烈，那块没一个擅长。上届霸主西班牙，本月有16个机场的工作人员约好在每周4、周日的下午3点到5点罢工2小时。上个月，德国交通运输部门40万人要求工资增加10.5%，不然坚决不上班。机场、公交、铁路、港口基本瘫痪，数百万人无法出行，大家一起开摆。上周，英国的实习医生们发现自己时薪还没有咖啡室和快餐店的服务员高，开始罢工。社区医院的初级医生们觉得自己年薪应该涨35%，罢工。办护照的工作人员罢工，甚至连报道这些事的 BBC 记者下个月5号也要开始罢工。你们发现没有？英德西班牙这几个国家引领的欧洲罢工潮，基本都是为了涨工资或者觉得太辛苦，背后逻辑是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物价上涨，最终带来的欧洲通货膨胀。所以打工人要求加工资对抗物价。法国呢？法国比较特殊，他们甚至已经顾不上考虑物价问题，因为养老金问题已经怼脸上了。具体再看法国养老金问题2017年马克龙竞选的时候，其实就说过自己上台之后会搞养老金改革，但大家还是选了他，毕竟别人更烂。等到19年底马克龙放出风声准备开搞，但马上超80万人就上街抗议，酿成法几10年来最大罢工事件。毕竟这下要玩真的。就这样，大家一直罢到20年，罢到新冠来了，马克龙和打工人的注意力才被转移一下。
还有一点，马克龙一开始是打算一步到位，把退休年龄从62提到65的，但跟各工会、企业、政党周旋了几个月之后，今年1月才松口让步到64。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提前设计好的策略啊。那为什么这波必须要改革呢？这骨头难啃就不啃了不行吗？是这样，法国的养老金跟中国大体相似，现收现付制，也就是打工人和老板交钱给政府，政府直接给退休的发。这种模式最好就是2个年轻人养1个老人，对吧？这种最轻松合理嘛。然后2000年的时候，法国每退休1位老人，有2.1名工人向系统上供。等到20年啊，这个2.1下降到1.7了。这个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专家算出来，随着法国老龄化加剧，到70年啊，这个上供年轻人的比例会降到1.2，也就是说约等于1个年轻人要供养1个老人啊，这压力可就大了。你们觉得那时候的年轻人是傻逼吗？人家会愿意给钱啊，为什么不跑呢？而且关键是啊，到70年准备享受的老人，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啊，这奋斗了一辈子的你们啊，没有人愿意养你们啊。注意啊，这里说的是法国年轻人。而且啊，法国养老金是很高的，平均每个人有1400欧，养老总支出加起来能占经济产出的14%，超过大部分国家。这意味着什么呢？据劳工部长奥利维尔说，如果现在还不改革，因养老金支出导致的财政赤字会越滚越多，到2027年赤字将达到每年130亿刀，到时候法国政府都要倒台啦！你们明不明白呀？法国工会听完这番话，大家屁股不一样，想的就不一样。我们又不是既得利益者，你逼逼这么多，不就缺钱吗？那你从富人的口袋掏，从我们的口袋掏，告诉你1毛都没有，政府倒台倒呗，关我们啥事儿？叫日月换新天。马克龙这时候出来打圆场，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啊！大家都冷静一下。你们看，现在人均寿命都增长了，老人他不死，你懂吗？那大家都活得久了，领福利的时间变长了，相对应的，年轻的时候多干2年不是很正常吗？法国工会又说了，你别跟我来这套，你来这套我就只能跟你打左牌了。贫富差距问题解决了吗？你想硬改 ，OK， 我们就罢工呗。像1995年、2007年、2010年，还有2019年，你们每一次试图动养老金，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按照以往经验，成功率50%，干呗。老龄化就是今年大家一直听说法国抗议罢工的本质原因啊。接下来稍微讲一下改革细节，提前感受一下延迟退休，主要有2点吧。一是从今年9月开始，退休年龄每年上调3个月，最终在2030年达到64岁。现在法国退休年龄不是62吗？其实在欧洲国家算很低的，而且说实话，调完之后也不算高。你看啊，意大利人67岁退休，英国人66岁退休，德国67退休，西班牙65，荷兰66领10个月，明年也要上调到67。这样一比，你法国人干到64怎么了？凭什么不能干？但俗话说得好，幸福感这东西，只要你生活越过越好，它就很简单，哪怕是从乞丐开始，但越过越差就很烦。就算你是亿万富翁，看着钱越来越少，你能笑得出来？法国人现在就有点这个意思，习惯了舒适的生活，就觉得生来应当如此。第二，政府虽然承诺将最低养老金，特别是女性的最低养老金提高到税前1200欧，但这个增长有2个要求：一是必须工作满43年，二是满43年的工作必须全职。但是据总工会的秘书长索菲说，法国有30%的女性啊都是兼职工作，也就是说她们必须等到67岁才能拿全额养老金。综上所述，不管底子怎么样吧，法国人眼看着日子越来越差，肯定是恶心的。所以这一波，法国的8个主要工会前所未有的团结，开始组织抗议，没别的，就是要让法国陷入停顿。老大索菲放出狠话，在这项改革被废除之前，政府将无法治理国家，这就是工人的力量。同时，不在台上的政治家当然也可以趁机捞民意啊。法国极左翼领导人、参与会议员、3次竞选法国总统均落选的吕克也呼吁全国人民赶紧罢工。当然，还有前文提到的巴黎市场。这时候，我觉得很多农夫小姐会很奇怪，马克龙是怎么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改革的呀？还成了法律？答案是他赌了一把，摸到第5章顺子显身。流程是这样，马克龙打出了法国宪法赋予的一张特殊权利牌，这张牌的效果是触发49.3条款，跳过议会表决，直接通过一项法。有观众急了，我操，这牌不是无敌？但这张牌同时又会和2张陷阱卡的效果产生联动。一张陷阱卡叫不信任动议，效果是反对党可以在24小时内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投票，一旦投票通过，现任政府将被免职马克龙将不得不任命一位新总理，而新总理必须重新组建政府，很惨的。第2张陷阱卡，这不民主，效果是跳过表决，你想干什么？独裁吗？总统将在民众心中留下不民主的形象，威望减20。于是在现任总理伯恩宣布将使用49.3条款通过养老金改革法案之后，中间派和其他党派喜出望外，立马发动陷阱卡进行不信任动议投票。法国下议院有577名议员，需要过半数，也就是获得287张赞成票才算动议成功。结果呢，只有278票，陷阱卡触发失败，马克龙险胜。然后极右翼党派不信邪，又强行发动了第2次不信任动议，仍然失败。议会是理性的，最终就是大家看到的养老金改革法案成功进入宪法委员会审查阶段，马克龙的提议正式成为法国法律。这下时间线终于又说到视频开头了目前法国各大工会对这个结果完全不服，坚持抗议，准备在5·1劳动节搞一个大的，好好过一过真正的劳动节。毕竟劳动节谁劳动是吧？我就很好奇这波工人罢工有没有对法国经济产生纸面上的影响呢？查了一下，暂时问题不大。
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数据，1995年11月，反对养老金改革的罢工持续3周，但对当年第4季度全国 GDP 的影响不到0.2个百分点，而且局势缓和之后，又在下一季度补回来了。2007年11月，反对养老金的抗议虽然人数比1995年要多了，但只持续了10天 ，GDP 下降0.2个百分点，后来也被完全补偿。2018年，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间歇性罢工严重扰乱了3个月的交通运输，对旅游业和酒店服务业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对第2季度经济的影响呢，还不到 GDP 的0.1个百分点。根据高级经济学家夏洛特的预测，这波大规模罢工对法国经济的影响也不会太大，起码在现阶段不太可能会超过0.2个百分点。家人们，我怎么总感觉这些法国政府给的数据都是用来迷惑群众的，告诉他们罢工没有用，省省力气吧但一直没有找到证据。当然了，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农夫小姐都知道，欧洲国家现在面对的经济问题，关键并不是罢工，而是经济学上最神秘、最难搞的滞涨，即经济停止增长，但物价却在上升。小提一嘴，跟中国最近是反的。去年第4季度，法国经济几乎没有增长，今年第1季度刚开始又收缩了0.1%，又恰逢欧洲央行为了应对失控的通胀呢，提高了利率，那市场上的资金嘛就会收紧，那破产公司的数量就开始上升。这个时候再叠加一个罢工，你们觉得真金白银押上身家、背起负债的创业者能怎么办？关门呗。那失业者就会继续增多，吃福利的人继续增多，恶性循环。所以法国工会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不断组织罢工给马克龙政府施加压力。但这2天我看新闻倒是没啥动静了，不清楚究竟有没有搞私密会谈，聊几句关起门来的话，也不知道法国人在5·1究竟会整出什么火，拭目以待吧。好了，2023法国大罢工事件就跟大家汇报到这里，这可能是要载入史册的，我会持续关注，给大家提供学习经验。下期再见，拜拜。